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都是谁。大家好，我是于波红。从爱情走进婚姻，爱情依然是婚姻的润滑剂。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有情人相爱容易，相处不难。认真倾听，真诚服务。大家好，我是赵川。大家好，我是曹鹤阳。情感生活遇烦恼，打开电视看爱宝。哎呦，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想要被爱，放低姿态。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朋友，有请。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孟先生37岁，来自辽宁，厨师长；赵女士33岁，来自辽宁，客服。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难题呢？花钱大手大脚，他还不顾家。抠门，简直就是，没有比他再抠的人了，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工作的压力，还得考虑他们生活中他们那俩的情绪。婚姻生活给我带来了更多的是无奈。欢迎哈！你好，主持人老师。我今天主要是跟我老公吧，我俩结婚5年了，但是我从来在他身上就是感觉不到这5年当中他给我的任何陪伴。如果说他还愿意说坚持我们俩这段婚姻，我想让他从外地回来，一直陪伴在我身边，不想让他继续去外地工作了。你们异地多久了？我们俩从认识那天将近5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异地。哟，那怎么认识的？给我们讲讲吧，这5年。我俩那时候网恋认识的，然后也是老家都是东北老家辽宁锦州的。后来我是从锦州去到他工作的单位那儿，就是河北，去到那地方去找他。而且呢是在他的单位，我也在那上个班。先生做什么工作？我是在酒店担任厨师长一职。现在在哪儿生活呀？现在在我们辽宁锦州。先生呢？我在保定。后来就是我们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我回到了老家。为啥回老家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落叶归根，而且我们是双方父母一直都是在这儿。落叶归根是哪个岁数才落叶？不是，您这还绿绿葱葱呢，就是落叶。不是，因为我们的双方父母年龄大了，我们要经常陪伴他，所以我们要回来。对，回了家之后，他怎么又到了河北了呀？因为在我们当地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不能养活起我们这一家人，再加上我又怀了孕5个月，他总是跟我俩生气。那时候吧，我们俩也是经营过一家小饭店，后来倒闭了，赔了20多万，他又回到了河北保定去工作。等于带着20多万的债，先生又从锦州的老家又去了保定。对对对。怀孕5个月，先生就不在身边了。对。那孕期什么的，他能陪伴吗？没有任何陪伴，孕期。都是你自己一个人。对。那你们平常靠什么来维系你们的感情呢？靠打电话吧。然后他也不会经常接我的电话。为啥不接电话？老师，我真的跟你说，我从一个厨师熬到厨师长。不容易，当然，我是男人，我得顶天立地，我得照顾这个家，因为我的工作压力很大，有时候我媳妇儿她根本都不理解我，就无缘故给我打电话，一件小事情也给我打电话。我上边有着领导，还有着店长，我下边还有着一帮兄弟，我要做出一些情绪在工作当中，我兄弟怎么看我，我的领导怎么看我，所以说我没办法，我才会不接他的电话。我觉得他给我打电话没有多大事情，就是一些家里琐碎的事情，觉得他自己可以完成，所以我才不会去接这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就影响工作情绪了，这是自己内心设定的情绪嘛。老师，我们干厨房的，就是有高峰期或者有酒店包席的时候，根本就在忙。本身我们酒店有这规矩，不允许拿电话。所以说我就没法接电话。那他只要是晚上5点到9点之间不打就可以了呀，换个时间就可以了呀。对，他不分时间，想打就给我打。哦，那这个老不接电话的话，女生又怀着孕，应该情绪特别不好，是吧？对，因为那个时候自己挺着个大肚子，
没有任何的收入，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娘家赔的嫁妆钱。那挣那些钱去哪儿了？我得要还那个债务，而且我作为领导，我得要去请手底的兄弟吃饭，我自己还有一些开销。所以说最后就到月就所剩无几了。你生孩子的时候他在你身边吗？他不在我身边。啊？我做唐代的时候，遇着就是很大的麻烦。头天晚上，我就是已经准备了一晚上不去进食，早上呢我也没有吃一口饭。明明是好的人吧，能10分钟就能走到，但那个路程我走了半个小时。那我问你，为啥你不打车？再说了，双方父母都健在，你为啥不叫父母陪你去检查？他口中的双方父母，他们是在老家，在农村。正好赶上你说春天种地的时候，他们谁也来不了。那天在医院里面验了血以后，我起来我想买点面包去吃，但是我站起的时候根本就是站不住，就幸亏我后边来了一个护士，她拿着那个托盘一下子在我后边给我扶住了。如果说没有那个护士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说那个宝还会不会说出生。所以唐代做完以后，我选择说不要这个孩子，与其让这个孩子降生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还不如说趁早说结束掉他。这是当时的那个情绪下的哈。对。后来呢？后来他从河北因为这件事儿回来了啊，陪到我预产期头1个月他走了。哪怕是你这几个月你不在我身边都行，怎么都可以。但是至少你预产期的时候，在医院有手术室的时候，签字的时候，别人问宝宝爸爸是谁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在现场啊？你都回来了，为什么就那1个月就不能再熬一下了呢？因为当时很忙，每天在给我打电话催着我。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马上要当父亲了，我得出去挣钱，我得养他们娘俩。所以后来还是妻子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了，是吧？对。孩子出生之后怎么样啊？孩子出生了以后，他这个月没有过完，他就又走了。你生的时候他不在，你坐月子的时候他回来了是吧？对，回来几天，然后又走了。啊，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完全不负责任的一个人。我啥叫不负责任呢？我是男人，我得养你们娘俩。我问你，没有钱行吗？我每天守着你，能守着钱吗？你告诉我。不是，咱别老钱的，但是没钱确实也不行。是啊，这么忙活，给家里给钱了吗？寄生活费什么的了吗？有吗？有，1个月给我们娘俩3000块钱。3000是占你工资的多少？30%。但是老师，我想澄清一下，在我们锦州5线城市，一个人的人均工资就是2000多，我觉得3000块钱足以够用。你已经跟他算好了，反正多的不给，全部留在自己身边。我得还债呀。3000块钱，我不知道他够干啥的。怎么就不够？孩子吃奶粉、纸尿不湿，我们小时候还用纸尿布呢，对不对？还有我喝大米粥长大的一样长这么大。不是先生，我问个问题啊，1个月挣1万是吧？对。你把那个分配比例有给家用的，有还债的，还有自己用的，你分配比例是什么？30%给我媳妇儿和孩子生活费用、家用。对，50%还债。哦。20%就说留给自己用，在家就说跟兄弟偶尔喝点儿。这个现在孩子是4岁了是吧？对。那你在做什么呢？我没有工作，我是一个全职宝妈，我又做了一份兼职，靠现在自媒体卖了一点衣服、服装。哦，那您现在就等于是线上的主播，销售服装的主播，对，是吧？也算是吧。然后在家里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哈。对。啊，因为我想赚一点生活费，给孩子补充一下。别的小朋友有的，我也想让我的宝宝也有，因为3000块钱根本就不够孩子我俩用的。而且他这3000块钱，他要每个月他要去查账单，我需要跟他报账，我这钱到底是花到哪里去了？因为你从来就没有算计过买，你今天想起来随意的，今天我想买一个这个我就买了，明天我想起买这个我又买了。他买了哪个不应该买的？今儿买件衣服，明儿买件化妆品，我觉得没有必要。难道说一个女人，我这整个孕期我没有穿过一件好看的衣服，我不适合买件衣服吗？不适合说买一点啥差的吗？我觉得咱们这样啊，
就这种事儿叫过去时，就相当于人生的一个至暗时刻过去了，但是他在心里留了个伤疤，这个伤疤现在我们看到了。咱说说现在吧，现在怎么样？现在不是也在网上做主播吗？卖衣服吗？对，怎么样啊？日子怎么样？现在生活上还算比之前要好一点。宝宝想要的东西我能满足他。那什么方面你觉得不行呢？还是在异地，异地的关系是特别大，因为他完全不能照顾家里面，这个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孩子可能幼儿园会有一些活动啊，这个父亲老缺席，是不是也挺伤心的？我家孩子幼儿园的时候，所有的亲子活动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包括宝宝在学校被别人欺负说没有爸爸的时候，哭着回家找我要爸爸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说，甚至我会把他电话拨通，那头是占线的状态，要不然就是不接。爸爸在工作呀。是，你可以说爸爸在工作，但是爸爸不能永远都在工作，我没有办法去跟宝宝去解释这个问题。他有固定的时间回来探亲吗？比方说1个月一次，或者是2个月一次，有固定的时间吗？没有，他只有过年的时候他能回来。过年恰恰是酒店最忙的。你这个行业我很熟悉，我担任着浙江省餐饮业协会的顾问很多年了。厨师长最忙的是有一个时间段，但是也有空闲的一个时间段，上午他就很空，就没有客人的时候，一些食材准备不需要厨师长去干的呀，他忙就是忙在晚上5点以后啊。有时也是阴差阳错或者怎么的，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也不接了。反正怎么说呢，我就是在忙，沟通的时间少，想去跟他沟通没有时间。那好，或者他在忙。晚上9点到12点休息了吗？我睡觉了，我累了一天，我要睡觉啊。所以你觉得你妻子累吗？做直播我感觉不是很累。哦，他不累，对你累，那他带孩子累吗？带孩子送幼儿园了，能累什么样啊？无非就洗洗衣服，让洗衣机里扔，什么都不用，对不对？家里的老人不需要照顾吧？不需要啊。其实我是想让他回来，但是我婆婆总是和我说别让他回来了，毕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不容易，让我支撑着这个家。他在外边是过得顺风顺水，家里的一切他都从来都不去管，包括说他父亲生病，所以你在家里的苦他完全是体会不到的，对吧？他完全体会不到，对吧？孩子还会经常的闹点小病小灾，也得妈妈带着陪去医院，对吧？对。你带过吗？我没带过呀。你们家孩子是刚做的，从来不生病啊？是生病，但是你说他有直播那个时间，他照顾照顾我闺女好不好？为啥非得要直播？你为啥非得要当厨师长？我得把我自己的提升。既然有句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人。人家也想当将军啊。他那叫当什么？他就直播卖衣服，而且卖的那个衣服都非常便宜，有什么发展空间？你有什么发展空间？我的发展空间很大，啥大？而且我们酒店的墙景会很强很远。我帮你算笔账，好吧？闺女4岁，在闺女5个月的时候离开的家，对吧？按照您的说法，您是50%的工资是还债，这样已经4年了，满打满算4年了。1个月还5000块钱的债，1年是还6万，4、6、24万，这个债不是应该偿清了吗？啊，对呀，对吧？你可不是吗？对呀，50%嘛，1万块钱。当初他要不逼着我，让我回家结婚，我不可能开这个店儿。开这个店儿，其实他知道是25万，我自己管朋友借了将近50，不到60打不了。他不知道的是吧？他不知道，不想让他跟我背负这么大的压力，而且没有这个50万、60万的债务，我不可能回到酒店。盲目的跟酒店签了一个霸王条款，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他理解过我吗？你知道我在这个酒店被人约束，这幕后的辛酸、苦泪，哭过、喊过，我闹过，甚至我看到我女儿相片晚上我自己流泪，他理解过我吗？小梦，这个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呀？我不想说，我是男人。我要顶天立地，我就想把这个债务还完，挣个10万8万的，回到家跟他过老婆孩热炕头的生活。可是他不理解我，他理解过我吗？您不说他怎么理解呢？他理解不了，你不说我们都不理解啊。您要知道，女性是感性的呀，
他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他会无限的去放大心中的那种感受的。您告诉他50-60万，您看刚才说的时候，他都很惊讶呀。你是第一次知道吧？我不知道，一直我都不知道。他是你妻子呀，你为什么不告诉他呢？60万。那你现在直播1个月能挣多少钱？我直播1个月能挣1万多块钱。你挣这1万多块钱，为什么没想过帮他还债呢？因为孩子要去幼儿园，孩子要去交保险，孩子要去吃很多营养。你什么幼儿园？这个不是你1万多，加上他每个月给你3000，咱就算1万3。咱举个例子啊，不多1万3，1万3你能存下多少钱？也就能存个30-40千块钱，因为老人他也需要支出。好，3-4千的话，就是他给你的3000，咱就默认存上了，存了3000，你1个月的开支，家庭全家开支是1万。你老公知道吗？他大概也能知道。男同志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你们俩，我就只知道我给了他3000块钱，他用我这3000块钱来去生活，所以你们俩信息不对等啊，你强势，你也强势，你俩互相都不说，然后显得自己特别委屈。我这为了这家背多少债，我为了这家我直播我挣多少钱，但是互相都不聊，谁也不会。所以两个人没有沟通吗？没有沟通啊。对呀，你老婆挣多少钱，你知道吗？不知道。然后他，你问过吗？没问过。您主动告诉过他吗？我为啥我要告诉他？哎，他是你丈夫啊？哎，他是我丈夫啊，他也没告诉我他欠这些钱呢。我问一下，就是你每个月，咱就算每个月挣1万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头，你对他的态度就应该是这钱是我自己挣来的？对呀，我想怎么支配我就怎么支配。对呀，但是你每个月该给我的3000，你必须得给我。那不就是你的责任和你的义务吗？然后他也不知道你挣多少钱，这会儿他觉得每个月给了你3000，你这会儿买衣服，哪怕买个化妆品，哪怕它再便宜，你这会儿都觉得我就给你3000，你还从3000里挤出钱来买化妆品、买衣服，所以我不开心，是这意思吧？对。那说白了就是这是一对离异夫妻啊，抚养权在女方那儿，女方抚养孩子，老公给个抚养费，没有情感的沟通，没有任何的交流。我是前妻，我关你什么事？我干嘛要告诉你我现在多少收入啊？可是问题上在法律上面他没有离啊，不是没有离的话都有相互都有知情权呀。女生今天来是说不结束异地我们就分开，对，是吧？对。这个男生今天跟他来目的是什么呢？我就想把我们之间的误会解除，所以都难受，两个人心里都特别难受，能够理解，也能够了解哈。婚姻是什么？婚姻就是夫妻共同去面对生活的温暖港湾。温暖的时候是因为幸福，但是在这个港湾出现磨难、不如意的时候，更需要的是相互去面对。刚才妻子的一句话突然让我的心凉了一下。面对自己的丈夫背负着这么沉重的债务，这个债务他不是为了自己，当年也是为了这个家更好。你熟视无睹，甚至自己直播现在做的能够1月1万，都不告诉他我赚的钱是我的，那他可不可以？我自己要活，我还要还债，我1万块钱我1分不给，可以吗？不可以。这就是男人的责任担当义务，妻子也是同样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很简单，如果想好好过，两个人就同频，就拥抱，相互温暖，相互面对。李大老师，在怀孕的时候，老人也不在身边，对吧？那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到丈夫所在的城市租一个房子，和丈夫近一点呢？因为在外边租房子是太贵了。你们不是在哪儿保定打工吗？对。所以保定的房租没有那么贵啊。不贵。它不贵的话，我也需要1日3餐，它也不如在老家。在老家，你不是说没人给你做1日3餐吗？不是他们都农忙回去干活去了，你自己不是得一个人去产检吗？对。所以也没有人管你1日3餐啊。如果你跟他住在一起的话，你的丈夫只要中间休息的时候，他都能回到家来，他依然可以陪伴你和孩子。而且孩子现在如果去了幼儿园，可能在小朋友在幼儿园期间，你就能直播，你丈夫闲暇回来的时候还能帮忙搭手做一个家务。你怎么从来没有想过投奔呢？因为投奔不了他。为什么？因为父母都在这边，还有就是这边的花销会小一点，至少住的房子是自己的。
就只说用一点说生活上的开支。所以并不是你的丈夫选择了事业，选择了挣钱，抛下了你们，而是因为你也觉得更加安逸的生活更适合我，我也不愿意放下我安逸的生活去跟我的丈夫在一起啊。如果你说你过的是丧偶式的育儿，那么这一个丧偶也是属于你自动选择的，没有人逼你做寡妇，你自己选择我要当一个寡妇似的来带孩子。我有丈夫我不去，我选择在家里。然后我在想，假如我是你，我该怎么破这个局？如果我的丈夫在那边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的工作不能辞，而我又太需要来自于孩子父亲的给予的这一些照顾，该怎么办？小朋友只有4岁，所以小朋友是可以随着我走的。小朋友和我需要的房子也不需要多大，而且对于他来讲，有时候在厨房帮忙做，还会有一些什么剩饭剩菜的带回来吃。对。这样的话，可能不管是营养餐上，还是说孩子上，可能都有一个帮手。我的生活将会没那么局促。老家的房子我可以出租，如果我不愿意出租的话，我就放在那里。没有什么比我们2个人在一起更重要的了。如果我爱他，我会投奔他，毫无疑问。谁的工作更稳定，投奔谁，这不就是夫妻基本上能够做到的吗？最直接的解决方法就是保住你的工作，你挪到他那儿去，孩子带到当地上幼儿园，你搞好直播，他搞好厨师长，2个人齐心协力把债务还了，并且在异地，就像2个人，你们在叶落归根之前，还能有一段在异地打拼的美好的甜蜜岁月，好吧？谢谢米达老师。我实话实说啊，如果我设身处地站在您的这个角度，我欠着债，我又不敢跟媳妇儿说。这债务怎么欠的啊？大家都知道，刚才也解释过了，但是太巨额了，我只能默默的忍受我去背这债务，所以我也是一身委屈。那谁让你不跟人说呢？对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有你的委屈，我能理解。刚才人女方说了，早上起来低血糖，人家大肚子走那么远，你刚才非常自然的说，我妈也闲着呢，你妈也闲着呢，谁不能过来照顾你一下？人女方想的是不给老人添麻烦。但是我如果是你的话，作为一个男性，你有自己打电话说服说老太太你去看一眼我媳妇儿去，你有设身处地干过这个事儿吗？通过这个问题就延伸到你每天说的啊，我得有多忙，我没法联系你们，想打一个电话或者打一个视频，你一天哪怕腾出10分钟来，你也能看看孩子吧？没有。所以你有你的坚守，我要还债。但是你还债，这不是应该的吗？那气不能撒在媳妇儿这边啊！你那小事儿，你那都不重要，我还债才重要。好，傻眼了吧？现在人家开始直播了，1个月人家不告诉你，人1个月挣1万。这会儿您的事儿先放下，我再说女方，你有没有气是你的事儿。他那3000块钱让你报账，你委屈，这个咱都可以单说。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维系这个稳定的关系，你真的应该每个月冷静的思考之后，为了这个家，你可以适当的给他2000或者给他3000，你早让他还完这个债，他不就早回来了吗？如果真想为了孩子好，为了家庭好，你不是早应该帮助他把这事儿结束，让他没有任何借口在外边飘着吗？你们俩都没有共同努力过这个问题。当然我是往好的方向去说，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信息不对等，沟通有问题，这个绝对是你们俩以后过日子的一个障碍。我说完了。你们俩现在就算把账算清楚了，住在一起，一样争吵不断，因为你们俩都在家庭当中想让自己在高位。丈夫大男子主义太明显了，全都写在你的脸上，表现在你的一言一行上。我给你3000块钱，你给我报账。你那直播什么工作呀？应该照看小孩儿。我这背着60万账，但是我告诉你，当时那个亏60万，绝对是你的问题。想开饭馆，绝对是你盲目乐观了，都是听你的，他没有话语权。对，我特别能理解现在老婆为什么能说那是我挣的1万块钱，跟你无关。你想问，你想了解，但你抹不下这脸，人就不告诉你，因为什么？人觉得现在自己挣钱能力不比你差，所以你不比他高多少，妻子你也不比他矮多少，但你想要的现在就属于一种我在争这个家听谁的，你得回来，这婚咱才能不离，对吧？这是你的态度。你们俩都太硬了，都太刚了，就僵在这儿了，就是在拼着这家应该听谁的，谁是这个家贡献最大的，缺一不可，我们要平等。所以说你们俩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家到底这日子怎么过，好不好？
心平气和的好好，一定要在一起去谈谈感情，别谈那些钱，没有感情谈钱，只能越谈越远。就这样。就是我听完你们这个事儿之后，我觉得这是夫妻吗？对，这不是夫妻啊！我甚至觉得他们俩就没法在一起过了。对，为什么还在一起过呢？你们俩有什么在一起过的基础呢？他们就没在一起过过。对，因为是从来没过过，就是孩子有了，对，然后陪了那么几个月，走了，然后这边就一个人带，心里面充满了愤怒，对啊，我也都不知道给孩子灌输一些什么。居然一个妈妈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努力的工作，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说，那你这个石油工人的妻子怎么跟自己的孩子说爹啊？那就没爹是吧？这是不是其实我们把生活里面特别平常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个自我放大，因此就变成了现在你们就属于现代的壳中人，你们自己包在了一个意识的壳里，你在顾影自怜。爷们儿多辛苦，爷们儿活该你欠债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活该你笨，你不认真看那个合同，你病急乱投医，你智慧不够，不是说我落井下石。你想我说的对不对？你换个角度想，对不对？对。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婚姻会变成了这样，你们想过吗？因为你们一直生活在抱怨里，抱怨对方，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先生小孟其实心里面挺决绝的，他根本不爱这个女人。对呀，你甚至心里面觉得我娶了她，我倒了霉了，我欠了这么多的钱，有还是没有？有。好，你承认了，其实挺好的。他坦诚嘛，对，就这样。你第一个问题是你不爱这个女人了，现在。第二个问题，我是在质疑你爱不爱你那闺女。闺女我指定是爱的，那是我亲闺女。没有什么接触啊，怎么能爱？老婆不也是你的亲老婆吗？没有那个陪伴，怎么能有爱？所以咱们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对方。我现在其实特别想问妻子一个问题，她真的回来了，你们这日子就真的过好了？过不好。你们能在一起过好这日子吗？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好，对吧？所以其实就这么个事儿，供你们参考啊，供你们参考，一定要冷静下来。你们的问题不是现在不是异地的问题，他们没有感情基础，挺有代表性的。你们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我们供你们参考啊。两位请坐，我们请这对夫妻来，有请。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秦先生，29岁，来自吉林，个体；李女士，36岁，来自吉林，职员。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他就是一个母老虎，我在干什么事他都管着我。他现在吧，就是说的已经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了，然后呢，经常和我撒谎，就是说家里边有什么事儿，你问他，从来没有一句实话。他不让我交朋友，不让我好友，然后我挣的钱呢，都给他了，全都花了。挣钱也拿不回来，已经对我和孩子已经没有那份责任心了。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吉林省长春市，我姓秦，我今年35岁。啊，你今年35岁啊？我这资料上面怎么你29啊？那你实际年龄是多少啊？我实际是29。那你刚才你告诉我们哦，那我你们俩结婚了吗？我们俩结婚了，没怀孕。哦，姐弟恋是吧？啊，是。这没事，这没关系。这没事儿，这有什么呀？结婚几年啊？我们结婚4年了。有娃没？有孩子，今年3岁。不是孩子都3岁了吗？你还？就这还有啥好瞒的？对呀，你瞒啥呀，小伙子？就是紧张嘛，因为没来过这种地方。我看你是不是习惯性的？没事。行，来，我们听听今天是妻子要来的是吧？是我要来。为什么来呢？就是吧，我现在觉得他现在给不了我足够的安全感。去年的时候吧，他就是想买一辆车，然后他就瞒着我，他自己在外面借了2000块钱，交了个定金。后期我发现了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车这个定金，您是自己攒钱买的还是借钱买的？他说这个钱是自己攒的。我说那你这样吧，也马上过年了，你把这个车退了，然后把这个钱
要回来，然后咱们用在过年上。他第2天就告诉我，他说这个车我退了，钱要回来了，然后他没给我，我当时也是忙，我就给忘了。过了一段时间，我家就有人敲门，上门来要债来了。他说你老公在我这儿借了2000块钱，用来买车了。我当时就给他打了个电话，我说上次买车那个钱你不是说自己攒的吗？那既然是自己攒的，为什么还有人来要钱呢？当初这个钱不是因为要过年了吗？然后我兜里1分钱也没有，我想着就是过年了，走亲戚那串门啊，买一些东西啊，因为也没多长时间嘛，借这个钱。我寻思我过完年之后上班都第1个月开支，然后再把这个钱给他。结果一些事情吧，然后导致我这个钱就没给上，然后我也没想到他去找到我家了。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贼心不死，你知道吗？在今年的时候，他去快递驿站上班，他又瞒着我，他自己买了一辆金杯车，他开着这个车带着我跟孩子回我妈家嘛。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车是公司的车吗？他说是的，是公司拉快递的车。我也没质疑他，我寻思那肯定是在驿站上班，这车就是公司的呗。过了1个月，他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我联系不上你老公了。你老公前几天不是买了一辆金杯车吗？我家要搬家，我想拉点东西。哎，我又打电话问他金杯车到底是谁的？他说是公司的，不承认是他自己买的。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撒这个谎。我当时给这个快递驿站公司上班，是早晨8点开始工作，到下午4点结束。我想着买了一辆金杯面包车，在闲暇的时间送些快递，挣点钱，家里面能宽住一些。然后结果呢，这个事儿呢还是没干成。是你这个事儿，那你没干成。但是你这金杯车你可以留着拉点菜，或者是你可以再做别的买卖，是不是？但是没有啊，我发现他上班下班时候又开了一辆小车，是上了临牌的。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又开了一个临牌的小车呢？然后他说啊，小车是我同事的，我借开1天。啊，我就也没在意。然后等过了几天，我又发现他连着一周，他都是在开着这个临牌的小车。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同事的车人家不用吗？你怎么天天开人家的车呢？他也没跟我说清楚啊，一直都跟我说这个车是他同事的。我现在我在这里，我就想问问他，这个车到底是谁的？那金杯车呢？我想问问他呀。金杯车去哪儿了？金杯车不见了，现在只剩下这个小车了。我其实并不关心这个啊。我倒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啊。就这事儿不是可以夫妻之间商量的吗？对呀。老婆，我想弄个金杯车，我在驿站工作，我拉个活儿，这东西也不贵，就交2000块钱的定金，再交多少钱那个，日常我1个月还多少钱，夫妻俩一商量这事儿不就完了吗？肯定同意。为什么你不跟他商量呢？就是我跟他怎么说，他都是不同意我去干这个事儿。哦。因为我想去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跟他说了，他就一概否认我。你这个事儿我不让你干，那你就不能干，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人咋的，就是有这个爱喝酒的毛病，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我就有点不放心他外边做事情，自己一个人去做，我就想等着孩子大了以后，我们2个一起自己再做点什么。所以说，我就希望他现在暂时性的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听懂了得在你眼皮子底下干活，不能脱离你的视线。好，我心里面这个疙瘩解开了。下面来回答于老师的问题和你妻子的问题。金杯车去哪儿了？送快递的时候让我卖了。那挂着临牌的小轿车是打哪儿来的？准备干嘛用的？对，我们这个破案节目，来，你说说看。当时我给这个金杯车卖了之后，然后我不也换工作了吗？我就想着买一个小车，比较经济省油的啊，用来上下班代步。这次是为了享乐啊，不是为了生产，是吧？我问一个第一个问题，往前倒的，金杯车怎么来的？金杯车是在快递公司的时候，在公司买的。钱不谁钱买的钱啊，就是从工资里面直接扣去一部分。然后我在用这个车干活的时候，又挣一部分，然后去交这个车款。几万块钱？不到2万吧，1万5。你的工资是都上交吗？去了我那个车扣的，我全给他。那你工资到底多少钱啊？我工资是5500。那妻子没有发现他每月应该上交5500的，突然某几个月少交了？他只给我2000块钱。而且这2000块钱还是用在还房贷上了。
就是包括我家现在孩子上学的园费都是我自己做兼职挣来的。好啊。所以说，我现在我就觉得他就是说现在跟我撒谎不说，然后就是说在生活里面呢，就是说他挣的工资也拿不回来。没搞明白小车从哪儿来？就是没回答呢，小车从哪儿来的呀？他买那个小车，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嘴，他说不到1万块钱吧，好像是。然后他的工作也换了，对吗？对，工作也换了，工作换了也一样在和我撒谎。最开始他说他是在物流上班。然后我心里就质疑他了，我说那个，咱俩发个视频。他说我现在忙着呢，物流现在又叉车又装货的，然后那个又有大车的，就这样，他还是不接我视频。我每次发视频他都给我挂了，只有打电话他接，告诉我干活呢。等第3次的时候，我又给他发视频，我说你这样，咱俩就发视频，我就看一眼，是不是啊？你到底在哪儿上班呢？结果他真的接了，他是恨不得他跑出2里地去接这个视频，你知道吗？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不是说你旁边有这个叉车又有大车什么干活的这些作业吗？我说肯定得有声啊，你让我看一眼呗。哎呀，他说你看啥看呢？那有啥看的呀？完了就这样，我突然间从他那个手机里边就看见，后边有一个彩钢房，上面标志着那个2手车那几个字儿。我就问他了，我说那物流公司怎么会有2手车这个几个字呢？啊，他就说了啊，那个物流挨着2手车。然后我说你这样，明天你上班的时候，我跟你去溜达一趟呗，我去看一眼。然后那个他就这么跟我说，他说那你要去，我就是班我就不上了，我就在家待着，我啥我也不干了。我就不明白，你说你在哪儿上班，你在哪儿工作，你完全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但是他就是不说实话。为什么呢？怕什么呀？男人都好面子嘛。你说我在哪个地方工作，我只要是一告诉他地方，他去了，他就直接问老板。啊，我家男人在你这嘎达是在你这工作吗？一个月挣多少钱呢？早上几点下班啊？晚上几点下班啊？或者是有没有休息呀？你说我一个男人在外面，我也要面子，我不可能说是让他第一天去，他就到那儿给我一顿问。我想着是我给那嘎达稳定下来，我再告诉他。就以前都这么问过是吧？以前他也问过。哎，你为什么在老婆心目中这么不被信任呢？就是我跟他说的是每一个事情，包括我今天有朋友找我喝酒啊，我跟他说，我说老婆，我今天晚上去喝酒。他说啊，你接触这个朋友没有一个正经朋友，你去喝什么酒啊？你赶紧搁家给我待着，消停吃饭，吃完饭赶紧睡觉，明天继续上班。所以说导致我撒谎的原因就是说，那我得找个理由啊，或者公司有一些事情啊，怎么样我才能去出去。那你现在到底做什么工作呀？对，现在在卖2手车啊，还是2手车啊？啊，行吧，现在2手车卖的消停吗？他现在2手车，我跟你说，他刚干了半个月，但是吧，我就又发现一个问题。不是，你怎么老是发现问题呢？关键是他不跟我说实话呀。然后他这个人，他之前他不是一个就是说特别爱美的人嘛，就是说，哎，平时就是很普通的那样。我就发现他买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又买的西服，又买的那个衬衫，就是给自己打扮的挺高大上的那种。那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是打扮成这样，你这钱都是哪来的呀？本来家里边的生活开销就已经很拮据了，到现在他都没跟我说出这个答案。就这个钱，就是我在那个买这个快递这个公司这个车的时候，我不自己就是私自接了2个活吗？就是给快递送这个快递嘛。途中攒下的这个钱，你现在有外债吗？我现在没有外债，花钱买这些东西干嘛呢？啊，我就是不是卖2手车嘛，人家就是比如说比较中端的2手车，但是人家我的同事穿的都是西装啊，然后这个皮鞋呀，拿着这个好手机呀，我想着那人家都能穿这些，拿着这个东西，那我也想跟人家一样，去就提升一下自己的门面，对不对？对。我问个问题，这女方你在意男方每个月往家拿多少钱吗？在意。就现在就是他这个情况，后来买车，因为外边不往回拿钱了，那家里的收入就只是您一个人是吗？对。基本上多少钱呢？能说一大概齐吗？我们家就是说1个月房贷是2000，孩子上学的园费是1200，再加上生活开销，几乎我什么都不买，就是给孩子买点吃的，买点喝的。月5000块钱。用不上5000，但是4000多。对，这4000多都是我辛辛苦苦一点点攒的啊。就每个月其实支出都从您这儿出，他那边基本上什么都来不了。对。那你为什么不问丈夫要钱呢？我跟他要了，他没有。那您为什么对他这么不信任呢？
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啊，经常愿意喝酒。你出去喝酒也可以，但是你自己有个度，是不是啊？有一次5点下班嘛，我问他你怎么没下班呢？他说的我今天加班。我说的那都到晚上8点多了，你还加班吗？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结果电话就打不通了。本来他的行业就是做与车有关的，那你就天天开车，作为一个家里人肯定惦记这个事儿。你可以跟我说一声，你不回来也可以，你让我知道一声是吧？但是他不的，就跟消失了一样，怎么找都找不到。正好我那儿有他老板的电话，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我老公现在在你那儿下班了没有啊？他说早都下班了。那结果人就找不到了，我是因为这个事儿才给他们家老板打的电话，所以说不是说的像他说那样，我经常管着他或者怎么样的。那从你们俩相识一直到现在，在你的视野当中，他有什么事儿是干成过的吗？没有。这么多年都没有？没有。咋没有啊？有吗？倒腾车。娶她。就是娶她呀。娶她哦，这算一个。这就娶了你吗？对。应该你是上赶子嫁他了吧？不是，当年我自己是开那个烧烤店嘛，也是由朋友介绍他去我那吃饭啊。完后来我就一日忙不过来，我们俩加了微信之后，他经常去帮我干活啊。那个时候吧，他就是说的，为人还挺好的，因为你看也诚恳，也挺能干的。就这样，我俩就慢慢交往了1年，后来就结婚了。哦，老板娘娶了店小二。现在老板娘这个财力不行了。又担心店小二在外面闹些什么事儿来，对，所以看得比较紧。因此，咱们今天把话都挑明了说嘛，你是担心他喝了酒开车或者从事二手车这个，号称要摸车，还是担心这小子在外头沾花惹草？我现在担心的都不是这些，我就希望他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他就是总想着让我找一个班，就是早上上班，晚上下班，1个月给他保证拿回来5000块钱或者6000块钱，是吗？是，就最起码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为啥他一定要按你的标准去找一个职业呢？他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给自己规划职业呢？不是，如果他晚上不出去喝酒，这二手车的工作能做吗？我认为他做不了，因为我就是担心他这一点。所以是你给他设置了很多限制，你限制了他，在你的心里他是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离开了你他是没法生活的。你给他时间了吗？这不二手车的工作做多久？半个月。半个月啊！哎，我问问，你没有给他时间啊？就是当他穿起西服，拿起手机，把自己包装的还不错，行走在二手车市场的时候，你有没有担心啊？你担心过？现在还担心呢吧？好，说一下，你觉得他找一个什么工作合适？哎，就是他之前做的快递驿站，就是那个拉快递的活儿，我觉得就挺稳定的。拉快递就行。为什么拉快递行，二手车就不行？因为快递周围都是男的。最起码是这样的。二手车没底薪。最起码是这样的，因为快递公司的底薪它是稳定的，每个月它能保障我家里的房贷和孩子上学的开销。您那家烧烤店呢？早都已经不干了。为啥不接着干呢？因为我怀孕之后嘛，就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整不了。现在我得带孩子在家。麻烦了，你看啊，好多夫妻碰到各种困难的时候，第一个这个背锅侠，对，就是孩子，对吧？对。先生，你委屈吗？我觉得我不委屈。不委屈。你觉得二手车你干得好吗？还可以。你觉得二手车跟快递这两个相对来说，对你哪个更好一些？现在？我感觉二手车对我更好一些期望值更高一些。半个月卖出几辆二手车了？卖出1辆。有1辆，这不就有钱了吗？大概1500左右吧。喝酒跟卖二手车的业务有关吗？没关系，因为我感觉男人嘛，都在外面都有交朋好友嘛。你一个月在外面喝多少次酒？2、3次吧。花多少钱？大概一顿饭400、500。你知道现在家里缺钱吗？知道。你知道你现在没有稳定的收入吗？知道。你能把每次这喝酒咱能先省一省吗？在你心目中什么最重要？我儿子。你儿子需要钱，你知道吗？知道。你把那钱都喝了，所以其实不是反对你做二手车这个业务，而是你不尽自己父亲丈夫的责任，就是不靠谱感觉。对，这一位丈夫在我们的感受当中似乎已经撒谎成性，您时时不由自主的要去找一个理由
甚至要去圆自己这样的谎言。你看一上来以后，赵传老师问您几岁，你脱口而出说自己35岁。你想不到的是，你们来爱情保卫战都是审核过的呀，都是查阅过身份证的呀，这个年龄就在我们这里29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如果我们真不知道，是不是又被你蒙了呢？不是，我就是太紧张了，上来的时候。这个跟紧张没关系，因为紧张是语无伦次。我29岁，我或者我28、29，不会脱口而出镇定地告诉赵山老师说我35岁，这是紧张吗？这是谎言。哎，你丈母娘是不是一直认为你35岁啊？是。啊？这就表明啊，所以就是他老婆教他撒的谎，年龄的谎是他老婆教的。现在在家里面，丈母娘家里面还是35岁呢。而且这个又说明了一个问题：撒谎久了，谎言也变真话了。其实你们两个人在某些问题上一拍即合呀。只不过你现在突然发现，面对自己丈夫的谎言，你已经难辨真伪，甚至他的谎言会危及到你们的婚姻和家庭了，你控制不了了。所以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是。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两个人好好审视一下，也反思一下，这段婚姻何去何从？尤其是妻子，你要做出个决断了。谢谢。我是觉得这个婚姻还没有那么糟糕，丈夫可能现在的撒谎成性有一部分还来自于自己老婆提前给他打的底。你要知道，让一个人一上来在年纪上，而且是对亲近的自己的岳父岳母一家，永远要记住我是35岁。那么其实要对于他来讲，他要虚构多出来的这么6年人生啊，这6年人生里头有很多话，他都是得左想右想才能答。比如你哪一年毕业的，不好答吧？你哪一年参加工作的，不好答吧？你工作多久了？这一些对于他来讲，每一个问题都成了，因为我35，所以我需要重新考虑我的人生，我的身份。为了娶你，他迎合了你，慢慢的他也适应下来了，撒一点小谎无伤大雅，只要能够得到心爱的人或东西。当年为了得到你，他愿意配合你撒这个小谎，后来他为了得到车，他也愿意在你面前去撒一些无伤大雅的小谎。因为他觉得我没有伤害别人，我只是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丈夫少撒一点谎？那就是给他的环境宽松一点呗，跟对小孩一样。小孩如果知道我今天打碎了花瓶可以不挨骂，我就不会把这个打碎花瓶的问题推给小猫了，对吧？你的丈夫没有那么糟，是在于虽然他挣钱不多，但是他真的在努力。你只能说他努力的方向和努力的这一个坚持的持久度可能不够，或时运不济，但他真没闲着。眼下你虽然看不惯他卖二手车可能需要有的一些造型啊，和那一个包装出来的人设，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但是他迄今为止没有做任何让你觉得有被分寸的事儿，他没有男女问题。对吧？对，没有。他也没有在外头给你裹出一个巨大的债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老是去盯车的价格，我好害怕他在外头欠巨债呀。就像咱踏实的哥哥，强中强的哥哥，忽然爆出来了一句叫做我欠了60万，你说你咋办？对不对嘛？眼下如果二手车就是他的人生趣味，他也的确爱这个，万一他可以做出一些名堂呢？咱不如就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看他发展吧。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我不觉得说，就像于老师觉得那么样的悲观，需要重新审视这段婚姻。早年既然您都做过他的老板，考核过这一个人的，不管是手脚的麻利度、做事情的踏实程度，我相信您已经有过多方位的考核。而刚刚他脱口而出最重要的人是他儿子的时候，他脸上是有一丝幸福的洋溢在那里的。所以努力一下，这个婚姻应该能救的。您刚才有一句话，其实我不是特别认同。他一说有个朋友约喝酒，你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这人大概其那意思，这人不靠谱。你跟他喝什么酒？你给我老实在家待着去。就是我是觉得你老是直接否定他，你不知道这个朋友对他是什么意义。
就说一个最小学的话，就是你得让雏鹰展翅翱翔一下吧。对，他老在您手底下干什么都否定，干什么都否定。我是觉得时间久了，您会越来越看不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没有社会经验，越来越没有跟人沟通的方式，除了喝酒什么都不会了。我是觉得以后这个障碍会更大。我觉得他是怕这雏鹰啊，翅膀硬了，对，好了，飞走了。我问你，你是他老婆还是他老板？老婆。但曾经是两个角色并存的。对。你需要一个人给你安全感。是。你其实不太放心他有可能在二手车市场碰到那些异性的，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也有这因素。你老公挺喜欢车的。如果一个男人做着一个自己感兴趣并且擅长的职业，是一种幸福。如果背后他的女人支持他这份工作，又是一种幸福。可你只看到了自己的感受，我要一个安全的，我要一个稳定的，我要你朝九晚五并且能够陪伴的。可是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尊重和理解，导致了他对你不敢说真话。你让他在社交上没有面子了，他的朋友不是朋友，他的老板会给他印象说这个员工啊，哈哈，谎话重复，因为老婆要来跟他对最基本的这些信息，对吗？你让他怎么在社交场合去立足呢？不要恶性循环了，好不好？坦坦荡荡的让他去坦坦荡荡的去做一份踏踏实实的工作就好了，就这。我们说姐弟恋幸福的太多了。姐弟恋需要的是什么？姐弟恋需要的是姐姐的大心脏，姐姐的自信。你跟他一点都不自信，你就要让他跟家里人说是这样的，那是为了得到家里人的支持。那就是说，在你的内心，你都不看好你们俩的这个年龄的鸿沟，那你还怎么生活呀？你要不把这个放下来，你跟他迟早的事儿，我就真的不看好。真的。但是我相信你应该有那种女性成熟女性的力量感，你把这个调回来。对吧？现在我看妈妈们都活明白了啊。妈妈说卷不了孩子，咱就卷自己吧。对。那卷自己，我看现在的妈妈大概做几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像那个妈妈一样玩命的直播，或者说把精力放在工作上去。这是第一种卷。第二种卷，除了工作，就像曲总一样的锻炼身体，那也是一种卷，对吧？因为卷腹，对吧？就是我锻炼身体嘛，身体是自己的嘛。你看。中国的妈妈早都不卷老公了，对，现在已经发展到第3阶段了。第1阶段叫卷老公，就像你这样的，老公干个啥都那个。第2个阶段是卷孩子，现在进入到第3阶段了，卷自己。对，你想想看，那个时候你喜欢他，去追他也好，还是他追你也好，是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是在职场上有风采，就你本身是魅力四射的，你现在没有魅力了。过去是女神。现在是女警察，再过2年就是女神经，对不对？你这个，你身份，你看你怎么变？人都有一个心理转化，你得去调，你要给他自由，你一定要给他自由，就是让他去试他喜欢的那一部分。你要坚信这个男人是爱你的，你爱他吗？爱。你爱他什么呢？爱他管你，爱他这个逼着你说谎，还是爱什么？他其实对我就是那种。就像啥似的呢？我在他边上就是一个小孩，他让我去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然后我们就会这个一点不会争不会吵的。如果就是说他说了这个事我没去做的情况下，他就冲我挠挠。其实我知道他内心里边是有我的，就是非常惦记我呀，说我关门干活。这个话我给你翻译过来是什么？就是我特别喜欢他引领着我，但是我不喜欢他强迫我，对，引领和强迫是有区别的，你能了解哈？你看做过管理的人一点就透。希望你儿子幸福吗？希望。你确定吗？确定。从放手老公开始。哎，这个对的。您如果松弛下来了，他撒谎一定越来越少，到最后不用撒谎了。行了，我们今天又跟2对夫妻探讨了这个婚姻当中的一些快乐的、不快乐的、好的、不好的，你们自己拿主意，好不好？来吧，谢谢你们，请回，请回，请回。
咱一对儿一对儿的说啊。先说第一对儿，分居4年的这对夫妻，会一起出来吗？肯定出来，肯定出来，我也认为出来。也不好说。因为什么呢？刚才已经说破了，说透了，都明白了。但是一想到有那么多的债务，说不定女方不出。不能，肯定出来。出肯定出，因为他坚守的这一切，你看他委委屈屈的，两个人都委屈，然后两个人还都闹别扭。咱是说啊，可能分居时间是特别长啊，但是两个人所付出的这些委屈跟努力，全是为这个家。我觉得说破无毒，还是会出来。人自己怎么选吧。好，请开门。你看，早都是在这等着呢。好，拉着手出来的。啥意思啊？这就要来保定啦？对，太好了！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见证一下，见证一下。总得迈出这一步。对，请亮灯啊！就去保定呗。对啊，那就行了。祝你们幸福。对，都非常努力为了这个家，所以希望你们把感情重燃起来。好，老师，我想就是说，刚才你们这几位说了，我感悟挺深的。我想工作再忙，我要腾出多一些时间去陪我老婆，陪我孩儿。我想说，这4年我老婆在家也真的不容易。太好。行，挺好的。而且双方都看到对方的不容易，就更会珍惜，更会相爱。行了，好好的那个在保定生活着。对啊，共同努力，早还完早踏实嘛，对不对？对，早还完，说不定再来一个呢。对吧？你不在一起连，你一看一说再来一个就乐了。对，你不都乐了。你不在一起，你连再来一个可能性都没有。对，加油！谢谢你们，请回。性情中人，辛苦了。加油啊！加油！再来一个的可能性极大。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姐弟恋了，啊，结婚之后还要瞒着丈母娘真实年龄，他们能出来吗？肯定出来，而且也是牵着手出来。一定出来，他们还相爱的很呢。肯定出来，绝对跑不了，必须出来。你们说的都是废话，问你们了吗？真是，来，请开门。不可能吧？这是为哪？没有呀，没人啊。哎，不对呀，为啥呀？这不应该啊。不就没搞清楚为什么呀？对啊，我们哪句话把他们说散的？不是我们说散的，弟弟肯定是没问题，弟弟一直姐姐也没问题啊。姐姐是哪方面突然觉得干二手车，让他喝酒？不是，都没有。不，他不想让他当小鹰，这只雏鹰就不应该飞上天际。那也有可能，有可能，或者人就直接把老公拉走了，说咱俩回家就过日子就得了。对，咱也不出来了，就是给大家留下很多的猜想吧。行，祝福他们吧，对吧？行了，这就是生活。总而言之，就是祝福，对，祝福每一个走进这个节目的朋友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